我是一个孤独无助的狱童，家里人都叫我狱五郎。我今天被搬来了一个干净又安静的房间，这里香烟袅袅，充满了诗情画意。但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今夜我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。别看这里道貌岸然，一片祥和，事实上这里就是我们狱统的终结地，一个有去无回的魔窟。我的4个兄弟姐妹已经接二连三的把命断送在了这里。那是4天前，我大哥狱大郎托梦给我们兄弟几个，他那时已经在这个叫净室的地方待了数月，可惜房间的主人一直不在，大哥无法完成作为一个狱统的使命。那日主人回来了，是一个很英俊的小哥，他还有一位道侣，也是位帅气的小哥。热水注入大哥的身体，2位小哥一起坐了进来。我大哥身强体壮，承受2个人也绰绰有余，他一直是我们的骄傲。可那时谁也没有预料到，竟然会是噩梦的开始。来，二哥哥，你知不知道上次你喝醉了，把我拽进狱筒里欺负，好凶哦。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再来一次，这次对我温柔点。好。不知不觉间，洗澡水溅了一地，急促的喘息声传来，大哥的身体被迫摇晃了起来。就听二哥哥啊，我们去床上，这里太窄了。大哥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一掌大力拍来，瞬间给拍了个粉身碎骨，死无全尸。就这样，大哥从此离开了我们。为什么一个人的掌力会大到可以轻易拍碎一个狱筒？我们兄弟几人都不由得对那双骨节分明、白皙修长的手产生了深深的恐惧。来不及缅怀大哥，翌日我二哥狱二郎就作为替代品被抬去了净室。二哥当时十分忐忑不安，离开时我隐约看见了他眼角的泪光。果然，二哥同样没有活过一夜。先事后，二哥也托梦给我们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本来那爱说话的小哥自己一个人在洗澡，而杀害我大哥的凶手在批阅文章。来，二哥哥，你过来陪我呗，好不好？笔记还未批完。可我一个人好无聊啊，咱俩一起洗嘛，洗完我帮你批。夫君，来吗？与我大哥那时一样，从承受着2个人的二哥身体里溢出大量的水花。那2人纠缠在一起，好像在做着某种激烈的运动。这回他们倒是没有一掌拍碎我二哥，但是晃悠的实在厉害。我二哥承受不住，直接被撕裂，当场五马分尸了。二哥的死讯传来，我们的家储藏室里面霎时间乌云密布。因为接下来兄弟们都知道，要轮到我们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孩狱三娘英勇就义了。我三姐虽是女子，但她巾帼不让须眉，离开家时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。三姐同样被带去了魔窟净室，那是在2天前。因为三姐是女孩子，体积有限，容不下2个大男人，所以一开始只有那个杀害我大哥的凶手一个人坐在里面。不一会儿，爱说话的小哥笑着走近，主动提出要帮对方搓背。他最开始是在外面站在我三姐旁边搓的，可不知道怎么搓着搓着就泡到了水里另外一个人的腿上。2人在水中紧紧相拥，缠绵悱恻，这回既没有一掌拍过来，也没有晃悠。就听那个爱说话的小哥道：蓝湛太深了，你慢点儿，9浅1深，二哥哥，我快不行了。一起。就在这时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从里面一脚踹来，我三姐转眼间就穿肠破肚了。三姐临走的时候还托梦告诉我们不要害怕，人生就是这样潮起潮落，总要有走完的一天。虽然她的这一天来得比想象中快了很多，但她还是鼓励剩下的我们几个要顺其自然，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可我4哥狱四郎被抬出去的时候，我看见他面如死灰，完全没把我三姐的遗言听进去。这也难怪，明知道结果还要去送死，确实挺摧残捅的。昨天晚上，我4哥一脸生无可恋的正坐在净室的屏风后面。4哥是我们兄弟几个之中身材最好的，他体长还苗条，虽然宽度不宽，但在长度上坐2个人正合适。
而那2个浴桶终结者，全天底下浴桶的克星，对坐在水里随意聊着天。蓝湛，你不觉得这个浴桶方便做很多事情吗？我四哥一个机灵，只见说话那个人抬起腿，把脚放到了对面人的肩膀上，顺着杀害我大哥凶手的锁骨一点一点的往下移，就听对方警告的声音传来：魏婴，不要乱动。我乱动了吗？这不好好坐着吗？把脚放好。我没放好吗？要不然你教教我该怎么放，是不是应该放在这里？他好像抓住了凶手的某处要害，对方也一个机灵，随即洗澡水溢出来大半。就见那凶手抓住乱动人的脚踝，膝伸过来，爱说话小哥的腿被他左右敞开，身体对折，两人又做起了激烈的运动。2条白净的腿架在我四哥身侧，屏风后面娇声此起彼伏。半晌，就听说话声传来：二哥哥，你慢点儿，轻点儿，我上头了，咱们换个姿势。那小哥的身体被翻了过来，他双手支着我四哥的身体，那个凶手也压了过来，两人继续做着会令人上头的运动。这时意外发生了，也不知是两人的运动太过激烈，还是我四哥承受不住了，就像小舟翻船一样，四哥的身体向两人压着的这边倾倒过来，眼看二人就要摔倒在地上，被我四哥从头顶照来。电光火石之间，那个凶手反应敏捷，一手抱住了他身下的人，并护住了对方的头，另外一只手准确地抽出了旁边一把白色的剑，毫不留情的一刀两断，我四哥被一分为二，截成了2段，当场一命呜呼。四哥，你死得好惨。就这样，今天轮到我上法场了。走在我前面的兄弟姐妹4人，除了我三姐，竟然没有一个留下全尸，简直是毫无人性，惨绝人寰，恶贯满盈。但抱怨归抱怨，我也做不了什么，只能卑微地等待着命运的降临。在我回顾人生的时候，爱说话爱笑的那个小哥坐了进来，我战战兢兢地看着这个笑面杀手，我真的很不起眼，就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浴桶了，没有我大哥魁梧，没有我二哥容量大，不像我三姐小巧玲珑，更没有我四哥苗条。二位能不能高抬贵手，饶我一条小命？可这时恶魔开口道：不一起吗？韩光俊，我稍等。为什么要稍等呀？现在就来啊！回来4天，进士的浴桶坏了4个。您老还知道啊，我们一家4条命都断送在了您手里。上次那个坏了也不是我的错，其实咱们讲道理，每次都是你弄坏的。我的错。老天开眼，凶手和恶魔也会反省了。难道我可以逃过一劫吗？天遂人愿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哥、二哥、三姐和四哥的在天之灵保佑，还是我发自内心的祷告感动了上苍。那个爱笑的小哥只是趴在我这里批了一阵叫做笔记的东西，就被另外一个人给抱走了。月上柳梢，没想到我玉五郎竟然真的逃过了一劫。但是事实证明，魔窟就是魔窟，恶魔的本性是不会轻易改变的，要恶人向善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在净室履行作为一个浴桶的使命还不到3天，这日英俊个子高的那个小哥先坐了进来，就听他的道理说：我说韩光俊，咱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的酒量怎么也不见长，还是一杯倒，而且怎么每次喝醉都让我给你洗澡呀？二哥哥是不是就喜欢我摸你啊？你的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？今天对方一句话都没有回他，也不知道这个爱说话的小哥是摸到了哪里，下一瞬他就被拽进了洗澡水里，一个大活人跌进去，水溢出来大半，紧接着就像地震一般，我的身体被动地晃悠了起来，从最开始的忽悠忽悠慢慢变成嘎吱嘎吱，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晃散架子时，突然震动停止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声音，突然上半身一掌拍来，和下半身一脚踹来同时发生，然后我就整个身体支灵破碎，荣登极乐了。我的魂魄飘出，看向下面自己惨不忍睹的样子，看来我还是没有摆脱命运的捉弄。老天呀，这个无限循环的噩梦到底何时才能结束？不行，
我不能坐以待毙，为了前仆后继将死的族人，我要到玉皇大帝那里去告御状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现实总是残酷的，玉皇大帝显然是站在加害者那边的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